家好，我是吴艺兴。然后，今天呢，我们是要讲那个通俗文学的部分哦。那在通俗文学里面呢，当然恋爱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主题。那当然除了恋爱以外呢，日治时期的通俗文学呢，从我们现在眼光来看，也有非常多天马行空啊，然后非常有趣的一些作品。那等一下就跟大家来分享。但是在进去分享作品之前呢，我想跟大家讲一下、解释一下日治时期的这个文学，台湾文学有多么难哈。因为在日治时期的时候呢，台湾人呢想要创造属于自己的台湾文学，可是呢，台湾本来就有多种的语言存在，然后再加上日本带进来日语教育，那所以呢，当1920年代台湾新文学运动开始的时候呢，大家就一直在想说，我们该用怎么样的创作语言来进行创作？我们应该用怎样的文体？是要照以往的汉文的文言文呢，还是我们要用白话文呢？那如果用白话文，我们要用怎样的白话文呢？所以这个应该是大家都耳熟能详的，就因此引起了新旧文学论争啊，还有那个乡土文学论争等等。那我这边就给同学看一下，在1924年的时候呢，就有一个这样，《台湾民报》里面就刊登了一篇叫《新南说》，就非常的准确的写出来当时这些台湾创作者他们所面临的难题。譬如说，他就这样说：伤筋思古，以为守旧；非古是今，以为阿事；称引外国，抵为忘本；发挥国粹，笑以为实。提倡新道德，罪以败坏风俗；维持旧礼教，笑以反抗潮流。偏六离四，以为太文；方言土语又以为太俗。古文体嫌模糊，白话文嫌不雅，不偏不散，半文半白，又都不合规范。所以就表示他这里面讲到说，我好像这样子写不对，那样也写不对，我要写方言土语好像又太俗哈。所以在当时的这些创作者，他们就面临了这个蛮大的考验。好，那所以等一下我们通俗文学呢也会写到介绍到他们有各种不同的语言，还有不同的文体创造出来的通俗文学。那除了就是讲到这个创作语言的问题之外呢，还有就是读者的问题哈，就是当时的识字率普遍不高，那这个时候那个文学又带有启蒙的，在当时就是必须要用文学来救民族、救国家的这样子一个氛围之下，那到底呢？应该写出怎样的作品，然后也是创作者还有这些文学家他们非常注重的这些问题哈。那这时候就有3种不同的媒体，他们就会有不同的争夺哈。比如说日本人他们所经营的媒体，好，那还有就是原来就是有非常深的那个汉学底蕴的这些汉文人，他们有自己的媒体。那还有新知识分子他们自己的这些他们所创造的报刊杂志之类的，然后就会有不同的立场啊论述出现。好，那首先呢，我们先来介绍就是汉文的通俗小说。其实那个因为在日本统治台湾一开始的时候呢，这些日本来的这些高官啊或总督啊这些，他们其实他们也有很深的汉文底蕴，所以他们用汉文当做交流的途径，然后跟就是原来的台湾的这些士绅阶级的人进行交流。在台湾总督府的这个御用报纸呢，台湾日日新报出刊之后呢，他们也发行了一个叫汉文台湾日日新报。那里面呢，就有非常多的台湾的这些士绅阶级呢，他们在这个汉文台湾日日新报里面呢，从事他们的创作。那譬如说有谢雪瑜、李义涛、李汉儒、黄之庭、白玉簪等等，他们都是原来非常擅长古典文学的这些文人。那他们也开始在上面发表一些跟以前不太一样的小说。一般认为呢，台湾人所创作的最早的汉文通俗小说呢，是谢雪瑜的《正宗奇缘》。那它有点像政治小说哈，然后它也有介绍很多这个外国的一些事情啊，然后就讲到一些政治啊，当然里面也有包括爱情啊、亲情的描述。那不过它是一个章回体的文言小说。然后等到就是慢慢的就是
这些汉文人他们的创作呢，在30年代以后呢，又有更加不一样了哈。因为在1930年代以后呢，就有很多的汉文杂志陆续的出现。那譬如说369小报啊、风月报啊等等的哈，这些报纸就成为他们的通俗小说的创作园地。那语言呢，就慢慢有从原来的这个章回体的文言文啊，慢慢的也会加入了一些白话文。好，那当然也是有很多章回体的哈。那题材又更加多元了哈，有侦探小说、言情小说、武侠小说、科幻小说，还有邪侠小说哈，非常多哈。那他们的除了以台湾为舞台之外，他们也会写到中国的事情啊、日本的事情啊，甚至巴黎的事情啊，哈，这些等等外国的事情。那从他们这些创作的通俗文学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他们有受到中国志怪小说的影响，那里面也有看到稍微有一些日本的一些影子也在里面，日本文学影子也在里面哈。所以另外当然最重要的西方文学、西方文化的影响呢，也非常的明显可以看得出来。好，那比较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是魏清德哦，因为魏清德他创作了非常多的侦探小说。那我这边跟大家分享一段他的一个侦探小说叫《狮子玉》。那《狮子玉》他这边就是就讲到某年某月某日，巴黎警视厅发现一狮子杀人奇案。好，那你看他就是直接把这个舞台搬到巴黎去，然后告诉我们说，他有发生这样的事情。好，然后但是它里面又很有趣，它下面又接着说，伏狮子顾及宁猛之兽，杀人亦何足起。台北市内圆山动物园，当狮子未到着以前，大笼统居人时闻虎啸，虎为百兽熊掌，虎之视人，尽人而知。虎口余生，得幸免者几何？然而圆山动物园之虎，上慑于狮子之威。自狮子到后，狮子昂首一鸣，虎虽远隔一览，亦不敢如从前咆哮。那为什么他要写这一段呢？我们现在会想说，狮子跟老虎，你写这么多干什么？那但是对当事人来说，狮子是一个非常珍奇的外国来的这个动物哈，所以他们当时的汉文小说就是这样，可能会写到非常多的关于外国的奇闻异事。那这个时候他们就会用解释。那这边要出现圆山动物园的这个解释哈，就很多现代的这个当时的现代的新娱乐休闲空间也会就进来这个通俗文学里面。然后还有呢，譬如说更厉害的是，除了会讲到外国之外呢，他甚至还有一个郑坤武他创作的《火星界探险奇闻》，他甚至已经跑到外太空去了哈。所以以往我们都会有一个刻板印象说，汉文人写的东西好像就是非常守旧的啊，非常无聊的或者是八股的哈。其实并不尽然哈。在近期的很多挖掘啊，还有研究之下，我们发觉在日治时期的汉文通俗小说可以发掘非常有趣的很多的题材，而且他们的描述也其实是非常的新颖哈。那还有趣的是，因为我刚刚也有说到啊，日本人他们刚统治台湾之初呢，这些日本人，他们的汉学素养也非常的高哈，所以他们也加入了写这个汉文小说的这个行列。好，那当然除了他们日人除了写汉文小说之外，他们也会写很多日语的创作小说。那其中就是当时来日本然后担任警察的人，他们会写了很多犯罪小说或者是侦探小说。好，那现在读起来是非常的有意思。好，那除此之外呢，他们也有在那个台湾日日新报啊，或是各个不同的这个媒体报章杂志上面呢，我们也可以看到非常多日本大作家的作品的转载哈。那当时当然最脍炙人口就是尾崎红叶的《金色夜叉》这个作品。那其他关于这有名的吉川英治啦，或者是怪奇小说的始祖这个江户川乱步，或者是菊池宽哈，他们的他们笔下这些通俗小说、家庭小说、侦探小说也都会转载在台湾的这些媒体之上。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说到就是那台湾自己创作的比较崭新的现代小说形式的这个作品呢，我们可以先举出来。第一篇呢，通常一般认为是1933年4月开始在台湾新民报上面连载的《命运难违》。那他的这个作者呢是林辉坤哦，他是应台湾新民报之邀，然后开始说，我们也来创作我们台湾人自己的
就是通俗长篇小说。那所以他在这个台湾新民报上面呢连载了有7个月。那当然不可免俗的，它的最主要主题呢也是探讨婚姻跟恋爱问题。然后它是用日语写的，用日语写的。那它里面呢，其实它的构造又跟我们上次也讲到的，就是那个台湾第一个日语小说追风的《他往何处去》，其实是很像的哈。就是讲到说，本岛知识分子一个青年，他去受到新式教育，然后又去日本内地留学，所以他非常憧憬自由恋爱。然后最后呢，他不想要去娶他父母所安排的相亲的这个对象，而去跟他自由恋爱的这个女性结婚了哈。那被他取消婚约的这个女生呢，她也还是听从家庭的安排，嫁给了一个富商之子。好，那但是这个就是它有点像跟那个追风的有点像，也有跟金色夜叉的架构也有点像。但是呢，它有趣的地方是，他后来有写到说，但是他们2个的婚姻最后都不幸福哦。不管是选择自由恋爱呢，还是选择这个媒妁之言的哈，所以后来他就写到，他们最后2人在一个桥上面相遇，然后就互诉别后的苦情哈。然后里面非常这个命运难违，就如同他的这个作品名一样，他的就是传达非常宿命的哈，就是那个非常无法抗拒命运的这种安排哈。那好像又跟新知识分子呢想要强调这种哈，就是抵抗啦，或者是新知识啊，有点不太一样，所以这也是非常有趣的哈。那我里面他有讲到我们就讲到里面的人台词啊，他也是讲这样子哈。我主张结婚的第一要件就是恋爱，也要去身体力行。没有爱情基础的婚姻，等于是包装体面的人口买卖，尤其是台湾的婚姻是最典型的代表。所以你看，他也是就是把这个自由恋爱，把它连接到婚姻。那甚至他有里面的男性登场人物呢，是这样子对女生说的：如果你这样的女性和我这样的男人结为夫妻的话，正如日本的军力和中国的财源结成同盟一样，立刻便能成为天下第一强国哦。在它里面，就是这些通俗文学，他们虽然是用恋爱，好，但是你会发觉，它是一个台湾的通俗文学，然后它讲到台湾里面恋爱的各种问题，那它又会扯到日本啊，扯到中国，所以你会发觉，那个殖民的印记还是无时不在，就无法摆脱的。那另外一个那个日治时期呢，等于是说最受欢迎的呢，就是徐坤泉，然后他的笔名叫阿 Q 之地。那他有一个他最脍炙人口的作品就是《可爱的仇人》。那因为徐坤泉呢，他有去过中国学习过，所以他是用中文进行创作的就比较近中国白话文的形式。那但是呢，他在《可爱的仇人》这个自序里面也有讲到他在创作的时候的困难他这样写的，他说在台湾这样的环境，要写成一篇被认为是大众化的小说是难上加难的事，因为老先生辈好古文，中年先生辈好语体，青年同志们好白话。那既然所谓的乡土文学呢，有时亦当用台湾乡土的口音造句描写，所以呢，这部《可爱的仇人》是以不文不语不白的字句造成的，其目的在于普遍读者诸君，内中定有许多的俗字俗语，希望读者诸君加以辅正谅解。你看，就写了一篇那个出来，还要就是解释一下，我的创作是因为这样子所以会选择不文不语的这个方式。那另外最后讲到的这个通俗文学作家是吴曼莎。那吴曼莎他其实不是台湾人，他出生是在中国的厦门，然后后来来到台湾，他跟徐坤泉一样担任了《风月报》的这个编辑。那但是他也是他写的那个中文的这个通俗小说，在当时也是大受欢迎哦。但是你会发觉他早期写的这个作品跟他后期写的作品又有点不一样。他早期呢是也是一样讲到真诚的爱情啊，是要非常不是金钱所推击出来的啦。好，我们是要迈向理想的婚姻啊之类。可是等到他1941年创作《大地之春》的时候呢，他突然间讲到，他说恋爱是青年男女找来的枷锁，我们不是有闲阶级的人，更没有谈恋爱的资格。这个时代不是讲恋爱的时代了，我们做这时代青年是要觉悟起来，向着
建设改革的大路迈进，努力创造和平，这样才是东亚青年的本分。看，他就整个又扯到大东亚共荣圈当时的这个主题去了哈。所以我们可以知道，通俗文学它虽然很反映事项哦，但它不得已有的时候也会跟国家政策有同调的时候。所以我们看到之前呢，我们刚刚介绍这几个通俗文学呢，我们就会发觉日治时期的通俗文学非常重要的是，他们会在他们的作品里面呢加入非常多摩登的这个记号在里面哈，不管是硬体的还是软体的哈，公园啊还是什么哈。那还有就是最主要的主题是恋爱，那还有呢，他们都一定要用非常夸张的语调来写哈。那我在这边再跟大家分享一样，也是徐坤泉呢他的《零漏之道》里面呢，譬如说他的台词就是这样子写的，他说：阿兰正在惊到手足无措的时候呢，国魂扑进去把他抱住说：我的阿兰妹，魂要走了，对不住，我辜负了你，我们已经破产了，什么都完了，唯有我们的爱，我们的3个孩子，我一生所遗的财产只有这些了。我的兰，你能宽赦我吗？你看，所以当时这不是只有徐坤泉这样子写就当时都会用这样很夸张的就我的魂啊，我的兰啊这样子的讲话方式。那其实我们到现在大家看言情小说、通俗小说还是会有这样子的那或者是说现在大家很流行的韩剧大家会去想一想，真实世界中其实你们也不会讲那么夸张的话那但其实所以我们就是请同学也可以看一下日治时期的通俗文学，其实已经写得非常的前卫，非常的那个就是有趣了那只是它还是免不了，因为它是在殖民统治之下的文章所以还是有一些必须要就是摆脱不了要配合国策的这个部分不过也是现在读起来能够知道当时的这些最新最摩登的状况，也是非常有趣的。那我们这个单元就到这边结束，谢谢大家。